这次视频要做一个台撞，准备好零件后，下面开始组装。先把支架装上，用脚趾简单打下垂直度。虽然好像没必要这么严谨，但既然我手头有尺，为什么不测呢？之后依次装上指板和导轨，同样打尺测垂直度。校准垂直后调平行度，我这里用的是千分表，问就是没有杠杆百分表。之后是丝杆和手柄，接下来是钻头安装座。固定滑块时，我用夹钳预压。先简单装上主轴钻，打表测钻头的垂直度，刮去高出的部分，多次调整直到跳动变小。固定完主轴钻头后，装电机，连接同步轮并拉紧，最后是操控板，装上就完成了。在开始测试前，我想先回过头来聊两句。首先是木板，当然它也可以不是木板，如果能是铝板甚至钢板就更好了。之后是 3D 打印部分，我使用的是 PC 材质，各方面都不错，我不推荐 PLA。其一是不耐热，会被发热的电机融化；其二是寿命，跟其他材料相比不是同个数量级。至于 ABS 则是能用但不优秀，因为硬度偏软了。而尼龙作为一款本身机械性能就强的材料，如果是混合碳纤维就更硬得出色。讲完 3D 打印部分，最后就是机械部分。我使用的是 B16 钻夹头，最大夹直13毫米，买一根主轴杆和轴承箱，再大力出奇迹的把它们装上。钻头是用过的就别在意成色。最后是动力系统。同步轮我使用30:60尺，电机是大疆二手的6010无刷电机，最高功率1000多瓦，用电条和 PWM 信号来调数，再用6角开关来实现正反转的切换。最后是测试部分，先给木板开个22毫米的孔。钻木头、塑料之类的轻轻松松，所以不浪费时间，直接上金属。这是一块铝合金6010，
20毫米的厚度，8毫米钻头无压力。接下来是2块钢板，10毫米厚的 Q235碳素钢，以及这块5毫米厚的304不锈钢。这根五金店买回来的钻头没法用，所以换成 M35材质的6毫米钻头。只要控制好转速还是比较轻松的。加紧钻头后来转304。总结就是钻不锈钢用低速的好。最后来给钢板开个38毫米的洞。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下期再见。